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在等那个玫瑰的同时呢，我们就先来做泰式打抛猪。这一道菜是你指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吃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蒜去皮切末。蒜去皮切末。对，这我很常做。哇，好久没自己煮饭了哦。你上次自己煮饭是什么时候？8个月前，因为我就是1月初回来就没有再回去了。哦，对啊，我就是在美国才会自己煮。所以你回来台湾反而都是被喂食。被喂食，就后面。其实我也是啊。你是始终被喂食吧？我始终被喂食。其实米要好吃要泡但我想你今天一定一点耐心都不想给他吧？你可以泡啊，反正要泡多久？是可以泡到好几个小时了。那不要了。好了，你给他15分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只给你15分钟。15分钟是泡哦，还不包括煮跟焖哦。会不会我的打抛猪做好了？差不多1个小时嘛，差不多。好嘞。谁跟你要1个小时？我打算30分钟之内我就要把它结束了。真的假的？还有什么可以帮你忙的吗，师傅？我就是现在去皮而已，还是要不然你来去好了。好大的菜地。这个剩下几片，你要不要把它吃掉？好啊，你喂我啊！这是蒜末是吗？对，但要去皮。来，不会嘞，就这样。你吃好了。用少了，我觉得喷出来。有够酸的。只要这么一点点蒜吗？我吃的都好多蒜你确定是这个量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我们经费有限，就只买到这几颗。蒜末，这我有经验。哇！现在科技很多，科技很发达，花俏的那个道具，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切来切去。是的。我们现在来挑战30分钟之内完成这道菜。好，现在一切，再来呢，切小番茄，把它切半。小番茄对切，但是你小番茄都还没洗呀，妈。9层塔，去掉梗。去掉，然后要干嘛？要切碎吗？小番茄要切半，对半。对半以后，你把它放到这里。放原本的就可以了。你怎么感觉在瞎忙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在处理9层塔。只要它的叶子不要梗。哦，对，你把它，你就扭断。他自己说用剪刀去掉，他自己说用剪刀去掉梗你要灵活，要变通。你说要30分钟，这是1小时版的哦。好。不行，这些食谱真的会整死人呢。哦，番茄好，是不是比较快？其实我们用9层塔不能叫打抛猪，只能叫9层塔猪，因为真正的泰国料理的打抛猪是要用打抛叶去做的，所以真正用9层塔做的打抛猪只能叫伪打抛猪，要不然就是叫9层塔猪。没了，这里还有。真的这么多吗？越多越好，我喜欢9层塔的味道。他说60片，60片哪里有说？60片叶子。有必要这么刚好吗？
有必要这样子用60来框架它吗？所以我在问你，到底是几面吗？来，这里还有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做过啊。好好玩哦！你好像那个婚礼花筒在撒玫瑰花来，瓣。这个都给你，我来背下一个辣椒切末，怕辣的可以。去籽。你怕辣吗？我可以小辣。那我就去籽好了。我以为你真的有在做菜耶。就做过前面几集而已。它是要切末是不是？怎么这样？他跟你说是吧？怎么这有几百颗弹珠从那个地板上面？烤箱！没有，没事。它真的有一点处于最漂亮的状态了，真的。没关系，你先稍等一下，你不要紧张。可是觉得差不多的感觉而已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那个焦掉的是皮。如果再5分钟，中间那个已经变微咖啡了，我们就关了吧，因为它余温也是还可以继续再让它热。哇，我一直跟你煮菜哎。小意思。哇，看气。啊！怎么了？不是亮片。没事。待会加热以后就杀菌。这是什么歌？你油都还没热，就下去啦。没关系，待会就热了。总有一天它会热。总有一天等到你。来，开始喽，有油温了。爆香，闻到香气即可，放入猪绞肉，用铲子平压绞肉，煎一下，煎到金黄。翻炒姜拨散。我怎么觉得你在念别的东西？它应该就是用铲子把它压一下，压扁，把煎至金黄。我哪知道它有没有金黄啊？翻炒，它哪里有金黄？这稍微弄一下。没有，他说要先煎至金黄以后再翻炒。先让它金黄吧，还是油不够多？猪绞肉自己就有油了，所以应该。哎呦，有概念哦，不愧是真的有煮过菜的人。家常菜。厌世脸。其实蛮简单的邻居。拎呢？你可以喝一大口吗？好。我们好像在蒸汉堡。对。碎。多谢。Man cake。有金黄了吗？已经快焦了。还没，你看它背面。这里啦，那个。那是蒜。煎至金黄，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。它只会辉煌。对啊，它根本煎不到金黄啊。还是我们就假装它已经是金黄，我们赶时间。是猪肉一定要全熟啦。待会拌炒的时候，它就会更熟啦。好，是，师傅，你怎么样开心怎么样做，我继续铺我的9层。哦，到底要煎到什么时候啊？它就不会金黄啊。我觉得你这个节目的那个最大卖点就是看你一直在失控。每次不要在家自己做，自己点外卖叫来吃就可以了啦，随便啦。你这第一步骤备料都还没有结束，你现在在看烫年糕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你用这个好不好？
因为我觉得它现在变好扁平一块，你看，它就是要把它压扁啊。它上面说用铲子压扁绞肉，煎一下，煎至金黄。其实这一次是可以不用丢了。什么？其实也可以用，这样比较会有碎粒嘛。我可以加番茄，我可以下一个步骤了吗？你先把它弄成一粒一粒的，要不然这个番茄下去就烂了。就是剥散，你要先剥散。对。啊，切炒，切。有金黄了哦，快焦了。我可以下番茄了，我下了。好，下番茄。不能再加入蚝油、酱油、糖、鱼露拌炒。来喽，糖2小匙，2小匙，2小匙，小匙，2小匙，是小匙，糖。师傅，我先帮你维持那个哈。好。拌炒啊，你加调一点哈。2小匙，2小匙1匙，2匙，然后蚝油多少匙？蚝油1大匙，1大匙。酱油1大匙，1大匙。香油几滴，但它要鱼露啊？怎么了？你甩了一下。不是，它要糖还要鱼露，鱼露多少？鱼露你鱼露加过了吧？鱼露没有，鱼露还没加。哦，好。鱼露2大匙，1大匙。有那个味道2大匙。Good。辣椒。9层塔。所以是现在我接手吗？对啊。好。香油几滴哦？已经可以起了啦。等一下几滴？先要几滴香油？好。几滴香油？1滴多。好了，可以起锅了。要不要关火啊？你关火。我关了。好了，这比较好拌，就是比较多香油的味道。蛮像3杯鸡的。刚刚应该，好像该留几片完整的。OK 啦，色看起来是不错，香也有，味就看情况。对，我的。它中间有点焦了。我觉得可以了。它还有5分钟你要不要5分钟让它再那个？我觉得我等5分钟用焖的方式，我不想用那么多了。那就关掉。35。好。耶，好。我们先吃那个骨折的。好。这么好卖。味道很甜很不甜，苹果的味道不明显但我觉得酸味有出来。但我知道我下一次要是自己弄，我会再甜一点点，我不会减那么多。真的吗？但是还蛮好吃的，就是这个吃2个3个都不会有负担。我觉得它的酸味综合那个 cheese 就酥皮的那个味道是刚刚好，就比较不会那么腻。对，比较不会像甜点那么腻，就是你吃下去你不会觉得它是一道甜点，比较像是那个面包。对，比较像面包，丹麦酥啊，很像是那种。好，我们来试正常版。好，那吃哇，这一朵真好。我来，我要吃田螺啊。好，你吃田螺，我吃我的玫瑰。那我要直接咬哦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很豪迈，很好，很像你。
苹果的味道更重。嗯，所以有加热还是有差，先加热那一本哦。对，香味也更出来耶。而且我觉得它苹果加热，它除了塑形之外，它更让那个苹果跟柠檬汁的那味道混合在一起，融合的更好。哎，好喝呀，好开心哦。你做了一道甜点了。耶，成功！来，下一道。哦，好。噔噔噔噔，我的水放的有一点点太多了。让我来为你盛饭。先和一下，先搅一下。搅一下吗？搅一下，搅一下，搅一下。对，就这个。来，等一下，这个要固定一下。好，搅。这样我有点难施力，好，可以哦。用力搅。可以，没有，不要太用力，只要把底下的弄起来。没事。你看，真的烫伤，小心哦。好香啊！白米饭香。哇！有熟吗？当然有啊。好。哦，好烫哦。来，为你盛饭。请问你要大中小？2口。2口。我已经吃晚餐了。1口。我怎么1口掉很多？2口。这是1口吧？哦，这是1口。没那么夸张，又掉了。2口，这样有2口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女明星她们所谓的2口饭。我的第2顿晚餐了。第2顿晚餐，她吃了2口饭。开动喽！为大家先试吃一下打抛猪的小番茄。有，我觉得闻起来味道是很香。我觉得这个米，这个饭煮的有水准。我看还有帮它massage呢，还有泡个8分钟，有点短。照理说是要泡过夜吗？白米不用到过夜了，差不多4个小时可以。但糙米就需要。它的营养价值会释放更多。对。我以为香油太多，还好哎，是有一点。蛮下饭的。刚压的超级扁的，我有点切不开那边菜。哦，好喝。蛮像饭的。辣度也 OK。有辣。甜度也不错。可以。你第一次主动去给我吃哎！哇哦，第1次就成功了耶！还好自己有干涉不了。而且说实在，你也有完成了80%。没有。其实我觉得打抛猪最重要是酱料，酱料都是你加的，虽然看起来很慌张，但是量都对了。我们就是刚刚。你先点评一下我们的打抛猪到底可不可以跟外面的餐厅媲美？我觉得可以卖了，可以卖。可以卖。而且我觉得自己在家做的话，就是比较干净卫生。对。而且我原本可以。我们真的有比较干净、比较卫生吗？我觉得有啊。有哈。我有啊，你有吗？有。我们刚刚来，请看回放。都是我2遍。没关系，这亮片待会经过高温杀菌就可以吃了。我觉得自己在家做的话，就是你可以针对自己喜欢辣，你就加多一点辣；喜欢9层塔，你就加多一点9层塔。我真的不知道打抛猪这么简单哎，我还刻意挑了一个我以为很难的给你。真的哦。对啊，像我。殊不知打抛猪真的是蛮简单，就是真的是很适合在家做看啊。2颗星。2颗星的难度。要不然你再来录第2集好了。我们选个5颗星的好了，好不好？5颗星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那我刚刚那个甜点是几颗星？它上面没写。但我觉得你那个甜点应该蛮简单，也算简单。耶，成功！成功啦！成功。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叫什么玫瑰？哦，那我们今天的苹果玫瑰跟打抛猪，其实不能叫打抛猪，9层塔猪。
算大成功，是，我不知道怎么结尾了，不用结尾了，没关系，喝酒。还是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？我还是喝不完给你好。哦，好了，收工。我做这个节目啊，说实在，我真的就是想要找一些好朋友来，不要有任何工作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没有按照脚本，因为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人生就不是有按照脚本可以走。我觉得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其实这是我真心最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只是煮菜只是一个幌子而已。你要不要讲幌子？你要说是一个煮菜只是一个媒介，一个隐性媒介，对。但因为我真心觉得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周遭的朋友，其实就是已经就是工作大概入行也10几年，快20年了吧。然后我觉得，就是你在工作的每一个阶段上面，我觉得你认识到了不同的人，尤其是当初就是在你一开始就认识到的那些朋友，我觉得最珍贵。主要是因为你当初认识他们，到现在再认识他们，其实都没有变。我想要跟他来弄个板豆，他应该会更失控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更好玩。板豆是那种一次煮打抛猪是要煮30桌的，是拿铲子这样子在炒的那一种吗？一桌菜就够搞疯他了，不用。我觉得不太可能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弄一个什么，比如说圣诞烤鸡啦，或万圣节。不要再钻研在煮饭上面了，我们可以做别的，比如说什么玩桌游啊。还是你有什么兴趣？你兴趣的是什么？有兴趣的是什么？我有兴趣的事情很多啊，比如说溯溪啊。溯溪那个字念溯哦，溯溪。哇，没想到你这么户外耶！我前几天才刚回来。好玩吗？好玩啊！溯溪耶！天哪，我没办法想象，好玩，你喜欢？我喜欢跳水啊，漂浮啊，攀绳索，很开心耶，超开心。他没有打算继续这个话题。没有，我帮你联络一些可以溯溪的那些人哦。啊，我知道，还是我们下次找那个恶作剧爸爸妈妈一起来。你确定要找他们？他们应该会疯掉。对，他们觉得有点累。他们应该会疯掉。然后冲浪也是我超想尝试还没尝试的。冲浪他觉得很累。我觉得没办法。不是，我觉得冲浪蛮难的。很难啊。对啊。全身力量都要用到。对。对，我们2个冲浪菜鸟去，那超好笑的吧？然后一个这么大只，一个这么小只，画面都很好笑。好，还是你去开一个 YouTube 频道，下一集就你的开场，你的首集就做这个好了啦。哦。那你要露2点。现在冲浪他也不会穿比基尼啊。我一定穿。你穿比基尼，我就是露2点啦。为什么？对啊，现在都穿防寒衣好不好？对啊，当然水母衣从头抛到尾。